Hello，各位玩家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大陆。那么这集同样是这个7月份的手游推荐，在这次的清单中就包括了芭比娃娃结合救援主题的游戏，充满二次元动漫元素的 RPG， 黑暗风的策略角色扮演游戏，海贼王 IP 的经典街机游戏，以及其他如武侠 MMORPG、策略卡牌、奇幻风 RPG、入格摸金、策略塔防玩法和其他不同风格的作品等你来发掘哦。这些游戏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后的。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玩的游戏，那就和大陆一起看下去吧。这是由曾经制作过 Steam 好评作品《家族传奇》的开发商 People 与米泰尔合作推出的作品《芭比乖乖马救援队》，是一款以马匹救援和养成为主的休闲游戏。在游戏中，你会跟2位芭比一起前往月深谷，并担任救援农场的志工，透过完成各种任务来拯救野外游荡的马匹，并把它们带回马栏进行照料。除了帮马刷毛、喂食来培养信任度，还有西部马术挑战和时尚装扮元素，可以帮角色和马匹收集马具服装，参加造型赛。大陆觉得这款游戏玩起来相当疗愈，很适合想要轻松体验养马乐趣的玩家，感兴趣的话就来试试看吧。Realm of Fate 是一款动漫风角色收集类的 RPG 游戏。首先，游戏的玩法非常直觉，就是不断抽取你喜欢的动漫风格英雄，组建超强战队，去到无限式的大乱斗中，释放属于他们华丽的终极技能。游戏主打手绘动漫画风，战斗画面的表现蛮有张力的，没有冗长剧情和复杂系统，是一个纯粹抽卡战斗变强的循环。大陆觉得好处是玩起来很轻松，每天上线抽角色，打几场战斗就可以了，相当适合碎片时间比较多的玩家。整体是款主打抽卡和角色养成的游戏，喜欢这类轻松爽快风格的话，这款或许可以来试试看的。环形战争是一款黑暗幻想风战棋策略的角色扮演游戏，背景设定在中世纪的诺维塞斯大陆。你在游戏中将扮演一名佣兵团团长，不断收集和培养各具独特属性的佣兵与武器。玩法上参考了《圣火降魔录》以及皇家骑士团等经典作品，重视对整体战场局势的判断，地形变化和天气系统都会影响战斗策略。游戏的画面采用虚幻引擎打造，整体美术表现还是蛮有质感的。不过大陆觉得这类战棋游戏比较硬核，需要花时间研究角色搭配和走位，加上游戏前期也没有什么新手引导，所以对于不熟悉的玩家来说可能会有点学习门槛。感兴趣的话就来试试看吧。One Piece Opening Dawn 是一款2D 横向轻版动作游戏，主要采用了海贼王 IP， 玩法灵感来自经典掌机的闯关游戏，节奏明快，你需要透过流畅连击和强力攻击来击败来袭的敌人。而且随着游戏故事的推进，你可以收集经验值，强化角色能力，逐步解锁更强的技能哦。游戏主打怀旧的街机手感，操控反应灵敏，整体风格偏轻量爽快。不过大陆发现游戏其实是独立开发的，好像并没有获得官方的授权。如果你喜欢快节奏动作游戏的话，还是可以下载体验一下的。Phantom Edge Earth 是一款武侠 MMO， 剧情围绕着主角从一个被废弃、被遗忘的角色，透过系统不断重生复仇的故事。玩法上，你可以刷地下城、掠夺神装，甚至培养分身来突破境界。每一次重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。主打死亡不是结局，而是轮回的开始这个概念。大陆觉得游戏的画面表现还不错，而且在旧手机上也能流畅运行。此外，游戏内建有自动战斗系统，让玩家可以更轻松地完成任务和刷怪。对于不想要时时刻刻盯着荧幕的玩家来说，是款可以挂着玩的 MMORPG 哦，感兴趣的可以试试看这款。超级像素骑士是一款策略卡牌对战游戏，核心玩法分别是牌组构筑与单位养成。你需要对抗威胁王国的黑暗势力，通过收集各种单位卡牌来组建专属的骑士团，并在战术战斗中派出你的单位出战。游戏的一大特色是策略性还蛮强的，不仅要思考单位之间的组合，还可以在战斗中收集魔法卷轴，靠着单位与魔法的协同效果来逆转战局。另外，你可以用战斗获得奖励来强化单位，不断突破极限去挑战更强大的敌人。大陆觉得它的画风带点复古感，又不失精致，只是需要花点时间来研究卡牌搭配，推荐给喜欢动脑思考策略的玩家。
Night of 是一款部落奇幻风的 RPG 游戏的核心玩法就是收集来自不同部落的英雄，每名英雄都拥有独特的技能和生物，你可以透过升级英雄能力或者是觉醒遗物来强化你的队伍，并参与 PVE 与 PVP 的回合制策略战斗。大陆觉得游戏的好处就是节奏比较休闲，角色会自动进行回合制战斗，很适合想要轻松养成、慢慢收集的玩家。不过游戏的平衡性还有待加强，特别是在配对机制上会碰上老手，导致新手在体验上会有点挫折。如果你不介意花点时间培养角色的游戏，也不急着跟人拼输赢的话，那或许可以来浅尝看看的。无尽轮回、鬼域魔境这款中式微恐题材的 Rogue RPG 游戏结了手打策与 Rogue 搭配的玩法，你将扮演轮回者，在复古公寓、飞机校园等场景中进行探索、打靶、破解谜题，并对抗鬼魅，逐步揭开逃离诅咒的唯一生路。每场关卡大约5到10分钟左右，具体是看你想救出多少人、摸多少道具，还是等 BOSS 出现。大陆觉得它的中式恐怖美术风格相当到位，那种不知道门后面会有什么的未知感，营造的还蛮有压迫感的。虽然游戏本身是免费下载，但如果你想顺畅游玩的话，可能还是需要评估一下游戏的广告量，推荐给感兴趣的玩家哦。如果你玩腻了传统的塔防游戏，那这款齿轮塔防 AI 的崛起说不定能让你眼前一亮。这是款蒸汽朋克风格的合成塔防游戏，背景设定在 AI 统治的末日世界，你需要指挥英雄们站在巨大的齿轮上抵御敌人。特别的是它的齿轮联动系统，英雄必须站在通电的齿轮上才能发动技能，所以你布置的时候需要动点脑筋，把齿轮串联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战力。大陆觉得这种策略玩法蛮有深度的，不像一般塔防只需要无脑输出就好。游戏还加入了合成机制，2个相同的英雄就可以合成更高星级的单位，推荐给喜欢动脑思考布局的策略玩家。VG Animals 是一款可爱风的肉鸽防御游戏。首先，游戏的设定蛮有趣的，是讲述整个世界都被僵尸占领了，只有魔法学院的学生能拯救大家。玩法上融合了随机召唤与策略搭配，你每次召唤出来的动物法师都不一样，像是仓鼠、青蛙、猫咪、狐狸这些角色，每一只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。另外，游戏还支援自动战斗，操作上算是轻松好上手，但因为召唤结果有随机性，有时候运气不好可能会卡关，需要多试几次调整阵容才能通关。而游戏也提供了俱乐部活动、各种小游戏等还算丰富的内容，感兴趣的玩家就来试试看吧。那么这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。就如果你喜欢大陆的影片，可以给大陆个赞、分享和订阅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祝各位游戏愉快。